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25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是 YouTube 和这个 Clubhouse 双平台直播，那么在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同时也感谢这个 Clubhouse 的网友参与啊。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新闻茶座啊，那么美国会改变对台战略模糊的政策吗？这个话题是基于一个最近突然火起来的一篇报道，就是英国的《经济学人》，他五月期的这个封面故事啊，是说这个台湾是地球表面最危险的地区啊。那么这个封面故事引起了对台湾议题的热烈的讨论啊。那么反映了美国开始反思以台湾为中心的几个核心的政策。第一个是中美关系啊，中美关系核心的是讨论中国的战略意图。第二个是美台关系，美台关系的核心是什么？美台关系的核心就是美国对台湾的战略模糊的政策。那我这里介绍一下啊，什么叫战略模糊的政策？战略模糊的政策其实是在一个冷战的背景之下，那么当时美国放弃跟台湾的官方关系，跟中国建交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那么他就坚持持续一直到现在，就是叫对台关系是一个战略模糊。战略模糊其实包括两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然后不鼓励台独，这是一个政策。第二个，坚守与台湾关系法和对台六项保证，然后与此同时，但不承诺在台湾受到攻击时直接进行军事干涉，这就是这个对台战略模糊的一个包含的内容。那么，美国的战略模糊成为美国维持台海现状的一个核心的政策啊。那么这个背景呢，是我刚才讲了，是基于冷战时代的要求啊。那么对于美国来说，台湾的战略价值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我们叫地缘政治啊，地缘政治的一个价值。第二个层面就是区域安全。区域安全就是很多网友讨论过的，就是叫什么叫这个第一岛链啊，台湾在第一岛链的这个中心位置，或者叫核心位置啊。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对于美国来说，以冷战时代为背景，台湾的战略价值是基于两点：第一个地缘政治，第二个区域安全。那么这个战略模糊其实对谁有利？对美国最有利啊！第一，美国保持战略的灵活性，就是我不承诺军事干预，但是呢，我也可以干预，我又可以不干预啊，所以它有战略灵活性。第二个，它不被两岸关系捆绑，就是说你两岸关系，如果美国一承诺的话，它其实是被绑在了两岸关系上，因为它就介入到两岸关系当中去了。所以不捆绑两岸关系，你们好也罢，不好也罢，它不捆绑。第三个呢，它对台独是有遏制作用，但最核心的是防范道德风险，就是说当它真的发生冲突的时候，它要是不干涉，它不介入的话，它没有道德风险啊，所以这基本上对美国是最有利的。所以在这个时代呢，美国是一个什么相对超然的角色。啊，这相对超然啊，这是第一。对于中国来说，有没有利？有利。为什么？它有两点。第一个，它可以直接威胁台湾，而不受到美国的战略威慑。如果美国对台湾有直接军事承诺的话，那么中国大陆对台湾进行武力威胁的时候，它其实是有受到这个威慑的。因为美国站在后面，而且他说你要动手我就动手，所以呢，对中国是最有利啊，中国最有利。早期它没有这样的效果，但现在这个效果就越来越显现。这是第二，对台湾最不利，那他真的没有安全感啊。那么早年中国大陆还没有那么强大的军事实力的时候，
这一点不明显。当中国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全部壮大以后，这就明显的感到台湾就受到这种不安全感，它会直接受到来自大陆的武力威胁啊。所以在这种利益结构之下，过去几十年为什么台海维持稳定？其中有一个核心的力量是什么？就是美国的绝对的军事优势。当然，我讲的是针对中国大陆啊，中国啊。那么在这种一方面，美国保持战略模糊，另外一方面，美国又保持绝对的军事优势，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么台湾被限制，然后大陆被阻吓，然后美国呢就用最小的这个成本维持台海的稳定，同时呢又跟大陆搞关系啊。早期呢，美国跟大陆搞关系呢，跟中国搞关系是对苏联形成这种战略这种中美的战略合作，就是战略打击苏联啊。那后来苏联解体，美国跟中国就做生意啊，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啊，就是勾兑。那川普总统开启了中美贸易战啊，到后来发展到中美之间的全面对抗。川普政府把中国定义为美国的头号战略威胁啊，也把它当做其实就是把它当做头号的战略对手或者战略敌人啊。拜登政府上台之后，重新定义对华政策啊，重新调整对华政策，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那么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是竞争，然后辅助合作与对抗，就是中间是竞争，这边是对抗，这边是合作啊，来应对。拜登政府用这种方式来应对中美关系之间的复杂性啊，相对比中美关系非常复杂啊。但是呢，尽管拜登政府是一个这样看上去是相对没那么直接硬扛的这种关系，但是中美关系的对抗持续升级。那么中美之间陷入了真正的冷战，或者我们叫它叫冷战2.0。我今天呢就找了3篇文章作为我们的话题准备啊。第一篇文章就是我刚才讲的啊，《经济学人》的这篇封面故事，叫台湾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啊。第二篇呢是《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的文章是弗里德曼的专栏啊，那么叫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吗？啊，另外一篇就是《华盛顿邮报》，《华盛顿邮报》的社论其实它是在回应《经济学人》的这篇封面故事。这个标题叫中国对拜登的考验：缓慢升级的军事行动啊。那么我们来讲一下这3篇文章啊。那么我做一个资料性的准备啊。那么台湾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敌人啊。他讲了一个，他这封面做的很特别，大家去看一下啊，是台湾雷达图。啊，台湾是基本上是世界上导弹密度最高的地区啊。那么左边是5星红旗，右边是美国的星条旗，还有军舰等等。然后他说数十年来，中国和美国对台湾议题一直高度模棱两可，让有2400万的台湾得以维持和平。那么北京喊着只有一个中国，也就是他们统治的中国。美国方面一方面点头，但过去70年一直确保有2个中国。但是时至今日啊，这种战略性的模糊已经失效。那他举这个印太司令部司令啊，戴维森3月份在这个听证会上的表达，他说中国未来5到10年侵略或者采取军事行动最可能潜在的潜在的目标啊，那么台湾首当其冲啊，最快是2027年，就是6年啊。
那么《经济学人》其实讲了2点，第一点，失去台湾的后果。他说，战争当然是一场灾难，不仅因为战争会流血，会让中国和美国这2个核武国家冲突的升级，经济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么《经济学人》认为，台湾是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核心，台积电是全球最有价值的晶片厂，那么生产了84%的最先进的芯片。一旦台积电停止生产，全球电子产业将停摆，代价巨大啊。那么经济学人还认为，另外一项更重要的原因是，台湾是中国和美国竞赛场域。那么尽管美国没有立下捍卫台湾的条约，但中国的突击将考验美国军力以及外交和政治决心。如果第7舰队没有赶到，中国将在一夕之间成为亚洲主宰，而美国在全世界的盟友将知道美国不值得信赖。所谓美国制式就是 Pax Americana Pax Americana 将会瓦解。Pax Americana 是指1945年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延续到现在，美国主导的这个世界相对和平，以及美国拥有全球优势的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理解成什么呢？理解成2战之后，美国和其他的盟友建立的国际政治秩序可以这么理解。这是第一点。这个经济学人的这篇文章第一点认为失去台湾的后果就是一个这个后果。那么第二个，他还在这篇文章还在认为什么呢？美国的军事优势正在消减那么过去5年，中国制造90艘大型舰艇和潜艇，是美国在西太平洋部署4到5倍。中国每年生产超过100架战斗机，发展太空武器和精密制导，射程涵盖台湾以及美国在日本、韩国、关岛的基地那么部分美国分析师认为，军事上的优势迟早会诱使中国攻击台湾，不是因为万不得已，是因为它可以这是带引号的中国说服自己让台湾问题升温，正是美国所要的。美国甚至想要战争开打，借此遏制中国势力扩张经济学人最后这么说，他说，美国需要阻止中国水陆攻击的武器，也需要同盟，包括日本和韩国做好准备。美国也要让中国知道，美国的战略计划有其可信度，这当中的微妙的平衡需要拿捏。美国要让中国打消疑虑表示不会支持台湾正式独立，但也要让中国气馁，不试图以武力改变台湾现状。这就是《经济学人》的主要内容其他我不念了，因为它很长。然后我就念一下这个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他拿那个阿克曼的这个2034这个作为一个引子来导入什么呢？导入这个中国的问题因为弗里德曼的文章还是很有可读性的，它是有一定戏剧性的陈述，所以我不全部念了，我只说最关键的地方就这样，就这样。像中国、伊朗和俄罗斯这样的政权受到民主威胁，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在21世纪的前10年，这些政权能够通过经济进步获得足够的公众支持，但是在21世纪的第2个10年，已经证实就变得困难。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需要寻找一个替代物，而他们选择的是极端民主主义。然后就是说
我们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吧。我很确定，在传统盟友的帮助下，我们可以以合理的代价威慑越发激进民族主义的俄罗斯和伊朗。但是中国就不一样，我们最好知己知彼。然后他就开始说中国，中国现在是军事、技术和经济领域真正的竞争对手。然而，一个关键的领域除外，什么关键领域？就是制造和设计最先进的微处理器、逻辑和储存芯片，它们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高性能计算机、电动汽车、电信的基础，也是我们正在迈进的整个数字经济。迄今为止，中国主导的大规模发展本国垂直集成芯片的产业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未能掌握对物理和硬件在纳米级水平上的操作啊。那么，然后就讲台积电啊，讲到台积电，台积电是世界上仅有的3家最先进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商之一，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家啊。那么，然后就这样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中国虽然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希望收复台湾，但出于战略的原因，他也希望将台积电收入中国军工产业的囊中。尽管美国战略家致力于维护台湾的民主，但他们出于战略的原因，更加致力于确保台积电不会落入中国之手。因为一个数字化的世界中，掌控最好的芯片制造商能够掌控很多东西。然后他就说，读一读2034吧。在这篇小说当中，中国凭借卓越的人工智能驱动网络隐身、卫星欺骗干扰和隐形材料，获得了技术优势。这时他有能力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动一起成功的突袭。中国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占领台湾，让我们确保这一切仍然是虚构的东西。这是弗里德曼啊，弗里德曼，你可以看到什么？你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啊。我们再把这个华盛顿邮报的社论啊，华盛顿邮报的社论呢，他把什么呢？他把中国把这个普京在乌克兰集结部队和中国军队在台湾海峡威胁这个台湾放在一起来讨论，其穿插什么呢？中间穿插这个中国在这个南沙的牛轭岛和菲律宾之间的冲突啊。那么最后他是这么说啊，他说，很少有分析家预计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对台湾或者南中国海采取进攻型的军事行动，但与上个月宣布从乌克兰撤军的俄罗斯不同，习近平政权的目标不仅仅是政治或外交上的积分啊。正如胡佛研究所奥林斯指出，他正在逐步削弱台湾的空军。每当大陆战机接近的时候，台湾空军就必须紧急行动。如果他保持对牛轭礁的控制，他就会在争夺南海及其重要的海上通道控制权中获得另外一枚棋子。那么他说，拜登政府虽然并非无视北京的挑衅行为，除了语言上支持菲律宾以外，他还加强了与台湾的外交接触。尽管他还没有同意关于结束美国是否会在中国攻击下保护台湾的长期战略模糊政策，但他发表声明说，他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自从拜登上任以来，美国的海军已经3次进行这个台湾南海的巡逻。那么不幸的是，这些步骤以及与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建立4国伙伴关系不太可能扭转中国缓慢升级。美国及其盟友的坚定立场似乎已经促使普京从乌克兰问题上的退缩，而阻止习近平则是一个
更为复杂的挑战啊。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为什么选这3篇文章啊？选这3篇文章的核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或者西方的媒体已经把关注的重点放到什么地方，已经不是说中国是什么这么初级的问题啊，已经开始讨论现在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美国怎么去看待中国在这一系列地缘政治上面的一个行动，这一系列的行动它背后的含义是什么？美国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战略调整啊？这是我认为我选这几篇文章的主要的原因啊。那么，经济学人的核心的观点，我刚才讲，就是说台湾问题，它其实已经关系到美国在2战之后建立的这种全球秩序。如果台湾失守，这个秩序就会崩溃。这其实是为什么经济学人当然他的这个标题很这个耸动啊，就是说台湾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但其实他真正让这篇文章成为一个 talking point， 就是讨论的焦点的原因是什么？其实他指出的是这个啊，因为为什么？如果台湾失守，意味着2点。第一点，美国将会失去盟友的信赖，就是说，如果在这样的关键的时候你不出手，那我的事情也是一样啊。所以实际上，当盟友对美国的信赖失去的时候，那么这个秩序就不存在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美国如果在台湾问题失去台湾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整个东亚的格局将会出现改变，那这个局就破掉了，基本上就整个亚洲的局。那你美国现在21世纪美国的核心的战略其实是印太战略，那么如果你东亚的局一破，你的局也就破了。所以他讲的这个话，说是如果台湾失守，那么美国2战以来建立的这种全球这个政治秩序将会崩溃，这个是有道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发展下来，你就会知道，台湾这个观点从根本上改变了台湾的战略地位啊。那么如果说就是说，台湾不仅仅是之前美国定义的这个一个是地缘政治的价值，一个是区域安全的价值。其实台湾不仅仅是这个，台湾是攸关美国的核心利益。你想一下，美国辛辛苦苦维持这个2战以后的这个全球秩序，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维持它核心的领导地位。如果这个秩序不存在了，美国所谓的领导地位也就不存在了。所谓的美元霸主、全球金融体系，都是基于美国的这种全球领导的这地位的基础之上。如果这个不存在的话，美国很多东西都不存在了啊。所以台湾就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安全问题，也不是一个这个地缘政治的价值的问题，而是攸关到美国的核心问题。那么它引发讨论的核心是什么？它引发讨论的核心就是美国的对台战略模糊是基于冷战时代的背景。那么现在时代发生了这种级别的变化，那么美国的这种战略模糊呢，有四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它不能起到战略威慑，这第一个。第二个，既然台湾已经攸关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保持所谓的战略灵活性。你战略灵活性是因为这个战略价值它不是那么高的级别。当你台湾问题变成一个最顶级的战略级别的时候，那你就
没有保持所谓的战略灵活性的必要，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他也没有办法去，如果美国持续的在台湾问题上保持所谓的战略灵活性，那你就没办法团结你的盟友啊。战略灵活性就是我可干可不干，我没有义务啊，我不被捆绑啊。那盟友一看你这种战略灵活，那对我也战略灵活，那怎么办？所以你没办法去团结你的盟友，你也没办法在台湾内部形成这种凝聚力，也没有办法让台湾内部形成团结的局面。这是第三个。第四个，这对谁最有利？这对中国最有利。你去看一下这个环球时报的社论，5月1号，你去看一下他的社论怎么说，你就知道中国最担心的事情就是美国改变这个战略模糊的这种政策啊。所以我们以这个为前提，我们就来讨论美国到底会不会改变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好吧？这就是今天我做的这个话题的准备啊。那么这个话题准备之后呢，我们先就进入互动啊。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茶座模式，我们今天所有的讨论都围绕着美国对台战略模糊的这个话题展开，我们就不讨论其他的议题，好吗 ？OK， 那我们先进入互动之后呢，我就先把 YouTube 平台上面聊天室提出来的一些情况，我先念一下，好不好啊 ？Amy， 行吗？好的。那我们现在 Clubhouse 也就是我已经把这个举手功能打开了，所以现在就是 Clubhouse 的那个听众们，如果你们有什么就是想提问的，或者想来分享自己的观点、情绪跟情况的话，现在可以举手，我们到时候是排满一个人1分钟。那王老师，您先回答油管上的吧。好。情况，坐标台湾，刚服完7天的后备役训练回来，现在教招已经不同以往，变得非常精实。以前当兵教官上都说红军，现在直接说共军。教官兵推时，我们看到战争的残酷。战争一旦开始，不论是台湾或者中国，死伤一定非常惨重。希望不要有战争，但如果真的避不开，我们也会用生命捍卫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人啊！这就来自台湾的网友情况。我有一个台湾好朋友，80后，他是独派，但是他也承认，如果大陆打过来，他会80%会是个逃兵。OK， 这肯定是国内的情况。身边很多都是反感中共的，但一提到台湾跟美国，一个个又战狼姿态。这就是国内经年累月洗脑，一定要大一统和民族主义观念造成的观点。近期研究德国1914到1919的人口数据，发现这5年是出生人口的高峰，以及老年人死亡的高峰，直接导致39年到47年二战，德国成为一个年轻化的国家，这是德国敢于发动二战的基础。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很快进入老龄化，中国如果要在台海开战，要么是3年内，要么是50年内都不会开战，因为没有没有德国那样的人口结构。就算老龄化，我觉得就算是老龄化，中国年轻人的人数也是以亿为单位的吧，所以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也不认为德国发动战争是因为有人口优势，德国发动战争肯定是因为他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么现在如果他没有做好准备，他全是青壮年也没有用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人口问题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算是中国今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是中国有一个10几亿人口的大国，所以一场这种级别的战争对中国来说没有人口的压力。
除非他发动一场第3次世界大战，那要考虑。这是一个延绵1年、2年、3年、4年这种级别的战争，那要考虑人口的问题。如果仅仅是跟台湾发生军事冲突的话，我觉得影响不会太大吧，影响不会太大。所以，如果以人口结构为前提去讨论这个结果，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啊，我认为不对。那么情况加问题啊。观点，就像原子弹没有发射的时候才会有威力，台湾的战争打不起来的时候才我重新念过。观点，就像原子弹没有发射的时候才有威力，台湾的战争打不起来的时候才最有博弈的空间。如果打起来，中美都是输家，所以打不起来。我还是从大家可以关注的几点啊。第一点，你可以看现在在美国的主要的媒体从这些主流的媒体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主流民意正在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为什么今天选这个议题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是这样。美国的舆论它不可能得出统一的结论啊，美国的媒体都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而且分析他发现的问题和提出他的观点，这个很重要啊。重要的是什么？当这个议题不断的发酵的时候，这个议题不断的发酵推动的是什么？其实首先推动的是民意。就是让美国人开始关注这个议题，关注这件事情，然后慢慢形成他们的看法。这个看法前面有铺垫，铺垫的是什么？中美之间在对抗。那你想一下，中美之间在对抗，然后这个议题在分析台湾的地位和角色，然后美国该怎么办？美国要做准备，什么级别的准备？这里面就涉及一系列的政策的调整。所以你可以看。拜登政府上台之后说的话，跟他后来做的事情其实是有变化的。然后美国国会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持续的对中国的政策持续的非常的强硬啊。我们比如说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战略竞争法，它一直在推动美国应对来自中国的这种威胁，所以它提供了很多武器给白宫。白宫你去干这件事情，你去干。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美国会不会做出实质性的改变？这实质性的改变是什么？就是把对台湾的战略模糊变成战略清晰。因为这个战略清晰的我之前说过就是说我们也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美国现在在等待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是什么？一个是台湾需要做一些事情，台湾内部需要做一些事情，他需要把内部的关系统合掉。同时，美国要跟他的盟友开始做好准备，因为他不可能光自己上，这跟美国的做法不对。美国要上，肯定是一堆盟友一起上。所以呢，先要解决什么？第一个，先是解决日本，日本首相菅义伟访问美国日本介入台湾海峡。那么下个月就这个月的20几号那么韩国总统文在寅去美国，那只要说了去，这件事情就已经定了，把日本、韩国搞定。现在还有一个谁？还有一个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是下决心会介入的。所以你可以看，他有3个盟友。那么在这些条件全部具备之后，美国是有条件，或者是条件就差不多就成熟了。一个是台湾内部，一个是美台之间要做一个非常明确的交代，然后就是美国跟盟友之间的关系搞定。
那么美国就具备了把战略模糊转为战略清晰的条件。那个时候美国就清晰了。这个清晰的后果是什么？这个清晰的后果其实是会非常的大，因为它整个的改变了中美关系的核心。因为我们之前讲过，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对中国来说就是台湾问题，对美国来说是什么？对美国来说就是这个，中国不要挑战美国的地位和美国现有的秩序。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中国在不断的挑战美国的利益和它的秩序，所以美国不做相应的回应，似乎这又是个不平衡的状态。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提出这个议题核心的就是我的看法，美国正在准备，美国的舆论现在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为了做这件事情做准备。好，观点，我是统派台湾人，如果中共打过来，那我就愿意上战场捍卫中华民国。因为台湾内不管统独什么争议，都应该在民主的框架下，但被中共独裁统治，那就是血腥的你死我活关系。 OK， 观点，美国是否会军事介入，关键还是台湾人民的决心有多大。当年韩战都下海了，还能打回3·8线，何况台湾是独立的岛屿。所以一直以来共匪的战术都是嘴炮最厉害，文攻武吓一直没有改变过。提问，在没有保证空优的前提下，美军通过其强大的战场 C4 系统，几乎几秒钟就可以知道中共重装师的师指挥所、主力团指挥所、营指挥所等关键点，并可以立即进行定点清除。请问王老师，解放军是否在没有上级领导的情况下，在台湾独立作战并取得胜利？我不懂，我不了解你说的这个 C4 系统是什么东西啊？抱歉啊。中国解放军最重要的战斗力是什么？大家知道吗？解放军最重要的战斗力就是人海战术啊！观点，美帝战略模糊啊，美国嘛，不要叫美帝嘛，好吗？美国战略模糊或许是诱敌深入，毕竟以现在的趋势，中美必有一战，或许无可避免。对美国来说，近期开打代价是可以承受的，越晚打代价越大。逻辑是什么？我不知道你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越晚打代价越大？美中必有一战，我老实讲，我不大接受这个观点。因为对中国来说，你说在台湾海峡在局部，双方可能还有仗一打。如果进行全局性对抗，中美之间根本没得打，根本没有一个打仗的前提。打仗前提是什么？就是你认为你会赢，你才会打，对吗？如果你都认为你不可能打赢，你会打吗？那是不可能。所以，美国用战略模糊来诱敌深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种计谋的东西，也就中国人能想出来，美国人不会这么干啊。观点很难想象一个10几亿所有的战略资源都不能自给自足的国家，在非关键地方要发动一场战争。完全赞成王老师的观点，中共的核心利益就是政权，不是台湾。我就是这个观点，中共的核心利益就是政权，不是台湾。中美关系是台湾问题，但是对中共来说，它的核心利益就是政权。观点，如果中国攻击台湾，势必与美日民主国家共同对抗贪心土地收割者俄罗斯，借机收割中国东北、内蒙、新疆，中国将求助无门。你是在玩大富豪游戏吗？我们不要把这个事情变成大富豪游戏，好不好？
观点：中国的战略规划都不敢提到一个可能性，当全面性的战争展开，谁规定战争的范围只在台湾跟台海？台湾完全有能力对上海跟广东发动攻击，没有规定说台湾只能防御。只要能将中国东南沿海拖入战争，中国内部就会产生反战的力量。观点：日本没有模糊空间，他们在论证中共拿下台湾后，中共会转向向南控制巴士海峡，台湾、日本、韩国、美国没有生死攸关的问题，日韩才该感到危机的国家。美国当然没有生死攸关，谁说美国有生死攸关的问题？没有人说台湾关系到美国的生死攸关。观点：台湾国内始终不够团结，除了几十年来的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个想法根深蒂固之外，还有两岸经商旅游往来密切，所以统独始终在拉扯。要不是香港的状况急转直下，独派的力量不会迅速窜升，再加上疫情让中共嘴脸昭然若揭，所以再过几年团结的力量会越来越大。希望时间站在台湾这边，还有民进党执政也要加强才是。OK， 观点：目前全部都是观点。好，观点：目前对台湾态度时强时弱，是因为目前中共国内的压力巨大，需要一个或者多个口子，拿台湾问题反复挑事儿，好比民粹主义，需要的时候用一用，仅此而已。观点：台湾是中美政治的平衡砝码，中美都需要台湾。提问：身为台湾人，很希望台湾有天能成为正常的国家，不论国民是什么。我很担心的是，虽然台湾希望国际支持我们，但国际社会也会看台湾人对抗中国的决心够不够。无奈台湾社会长期被红色渗透，很难在对抗中国达成共识。拿前几周的民调来看，虽然有70%的台湾人讨厌习近平，但仍然有15%的人喜欢他，以蓝营特别是中老年支持者为主。他们无论是装睡还是被洗脑，已经很难改变立场。有办法改变他们吗？还是只能等到这些老人过世才能完成共识。非常好的问题。这里面关键点是什么？我觉得这里面关键点还是美国。怎么改变台湾内部的局势？台湾内部局势当然核心的是中国大陆强势对台湾渗透，这不是1年，也不是10年，是台湾开放之后，开放大陆往来之后，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做了几十年。所以大家也不要觉得好像很灰心，别人把工作做了几十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做这件事情，有现在这个成果呢，也合理嘛，对吗？所以这个问题有一部分的人被他们洗脑，被他们争取过去，这是他们做了几十年工作的结果但是真正改变的，我觉得台湾民进党力量不够。力量不够，不足以改变这件事情，而真正有力量的是美国。美国要强势介入才行，美国要强势介入，台湾才有力量去抗衡来自中国大陆的这种影响。这种影响是什么级别的影响？这种影响就是真正的形成一个潮流，就是习近平讲的势，你要把这个势改变过来。现在你看在台湾岛内，在台湾内部，我们不叫岛内，台湾内部其实有3股力量在抗衡，或者是讲4股力量，统派，然后就是中共是一派统派加上中共，或者是再加上国民党是一方力量，另外一方面民进党加上独派形成一股力量。那么现在实际上你看一下这个力量谁大？这个力量还是中国大陆这边大一点它有势，它后面有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在那边支持它，
所以它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你要改变，要改变台湾内部的这种形态，首先要改变势，势其实就是力量，力量怎么去改变这个力量对比？国民党加上共产党，这边是民进党，你说怎么力量对比？力量对比是一个这样的：如果民进党或者其他的势力加上美国的支持，这个势就不一样，这个力量对比就会改变。这个力量对比的改变，才能改变台湾内部的势。这个势变了，就会形成潮流的变化。通过潮流的变化，才能改变台湾内部的形势。所以我认为，装不装睡也好，你去拿个体去讨论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个体的问题，这是群体的问题，或者某一个局部的群体的问题。所以真正要改变的力量是谁？就是美国。美国的战略清晰会让这件事情发生很大的改变。美国战略清晰之后，会发生三个变化。第一个，中美关系会发生变化，中美关系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政治基础就是台湾问题。那么美国要是战略清晰，就是说美国我去保护台湾，那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个什么级别的冲击？海啸级别的冲击，就中美对抗会一下子跑到什么级别上面去？跑到30米高的海啸这个级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会在台湾内部形成巨大的冲击，那这个势就会一下子盖过去，这是第二。第三个，整个亚洲的局势都会发生变化，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很大的变数就是或者是基本上是个决定性的因子观点武统已经成为中共对美博弈的筹码，尤其是和美国关系交恶的时候，会表演的更强硬一些。但究其核心，武统的表演还是为了维持大陆的独裁统治。另外，两个中国又有何不可？互相竞争，看看到底哪个是真中国。好，我这边就差不多了 ，Amy。好的，那我们现在轮个麦吧。对，我还想就马上要告诉王老师，你要考虑一下我们 Clubhouse 观众。好，那个安你在吗？安东尼。在。好的，你好。王老师你好。那我们讨论的就是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战略模糊政策嘛。我自己的看法呢，我是希望美国这个战略呢，应该开始清晰起来，就是一定要有明确的，给台湾人一个定心丸，也要给中国这边呢，也要就是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怎么说呢？就给他一个明确的这种，就是叫他不要乱动吧。说白了就是你不要打了我就一定会动手，而不是说含含糊糊的这样讲，就是一定这点要明确。当然，我认为可能就是美国他也不会说现在就支持台湾这边独立，他可能就是以前是有这种考虑吧，就是如果过于明确了，那台湾就说那我宣布独立吧，反正美国会来帮我，可能美国是有这种顾虑，所以在这个明确的表达上面，可能是要怎么样斟酌的问题了。但是我觉得就是美国这点应该要明确，甚至就直接驻点军队在这边也没什么不好了，就是对真正中国这边，我相信习近平他是有这种打的想法的，但是对他是不是真的有能力打，这我是一般觉得就是打仗这种东西，就是开战容易，结束是很难的。到时候你什么状态结束，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你打的话，你怎么说呢？你不是说一人导弹轰炸过去把台湾毁灭了就完事，那你肯定不是你的战略目标。你的战略目标是你要占领台湾，而且要像现在统治香港那样去统治台湾、控制台湾。那这个我觉得对中共来讲，它是一个绝对完不成的任务，那是绝对，这个我可以用这个词，绝对性的完不成这个任务的。就是台湾人，当然我相信有一些人是支持统一的，甚至也有一些人会做逃兵的，但是肯定有很大的一部分人，他是要保护现在的生活方式、自由价值的，不可能说就这么让你统治了就乖乖的当顺民。
那要打起来的话，不可能说，就算你是，首先你登陆台湾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到哪里登陆是吧？这台湾而且它不是一个岛，它是一个群岛，你登陆了主岛之后，其他的岛的话，就不断的怎么说呢，打游击战啊，或者在其他这些国家的支援下怎么打过来，那你中共就可能就会拖入一场长时间结束不了的战争，那你中国的经济承受得住，承受不住。何况台湾这边它也不是完全毫无武力嘛，它也有那么多导弹可以攻击大陆的城市啊。那到时候中国大陆你的经济、你的人民能不能承受这个后果？所以我觉得，就真正理智一点点的话呢，他都不会真的去打，他只是说一直是威胁。当然，像台积电这样的，给他是一个很大的回路嘛，他是就是垂涎欲滴吧，很想收入囊中，但是这个是他绝对得不到的东西。所以说，他就是通过一场战争，收复台湾，让他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这是绝对完不成的任务。所以我还是希望美国的相对明晰一点这种态度，就是不要长时间的、长年累月的台海这个战争问题成为全世界的焦点。这样我觉得反正也是好，我就讲到这里。好的，王老师，您有什么想？我没有回应，谢谢安，讲得非常好。今天安是第一个，等了很久，所以我给安3分钟的时间。Leo 在吗？谢谢。很高兴又看到你了，安。Leo 在吗？那好，那 Jerry 你在吗？我在。好的，你可以。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个，如果美国放弃战略模糊，然后表明协防台湾的意愿是海啸级的冲击，我非常同意啊，非常同意。因为社会科学和这个自然科学有很大的区别，很多时候它会自我实现。最典型的就是股票嘛，如果大家都觉得股票会涨，大家都去买，这股票就真的涨。那么这个台湾的这个保卫台湾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是取决于这个台湾自己的这个主观意愿。如果美国表达一点这个协防的意愿嘛，那么台湾人会觉得，我们会赢，那我们就会去保卫台湾。那如果他们觉得，如果美国不表达意愿，他会觉得台湾一定会输，他就不保卫，那这回就真输了。所以呢，这个改变是非常巨大的，就是海啸级的冲击，我完全同意王老师。我说完了。非常感谢。肉夹馍你在吗？我在。好的，我想问一下王老师，我想问一下王老师，就是现在这个比如说现在美国现在台湾的这个问题，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美国就是说是一直处于这种就是说是战略模糊的这个状态，而且就是对于现在的这个世界来说，其实如果说美国想要去做一些影响的这个事情的话，他为什么现在直接从这个缅甸的这个事情上入手，去保护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世界，反而是就是说是现在一直在围观，而且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这个动作？想问一下这个。我先回答前面的问题吧，就是关于这个为什么美国会坚持这个战略模糊的立场啊，或者是政策。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当时其实两岸关系是有紧张，但是美国在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其实两岸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没有现在这么紧张。其实当时是不存在武统的说法，当时是和平统一嘛，一直讲的是和平统一，一直到什么时代？到习近平时代开始不再提了啊，就是经常威胁武统。在此之前，其实江泽民曾经做过一个动作，就是导弹试射。导弹试射是因为针对两国论，那是两岸关系最紧张的时代。再往前，一直两岸关系没那么紧张。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国那个时候需要中国配合进行战略结盟，对付苏联，所以他的战略目标是对付苏联。所以呢，他就采取一个战略模糊的态度。战略模糊态度也是作为一种交代，就是说我对台湾有承诺，安全承诺，但我只私下说，私下跟台湾人讲，你放心，我会保护你的。只要他敢来打，
我就一定会协防，但是呢，我不公开表态啊，就他就是一个这样的态度。这样的话，他很灵活，一方面保持灵活性，另外一方面也不跟中国搞翻关系。双方那个时候，两岸三地啊，就是两岸关系也好，中美关系也好，没现在这个情况，所以战略模糊一直是有效的，一直到什么时候？到大陆真的去威胁台湾了，这个时候所谓的战略模糊它其实保护了什么？保护了大陆，保护大陆什么呢？它对台威胁动武，以前没这么直接的，哪有这么直接？说这个不行，我们保留这个不承诺不使用武力，就说这种话了。所以以前是没有这种情况。所以为什么现在要检讨这个问题？就是，那你原来中国大陆也没有直接威胁以武力相威胁，那么现在武力相威胁，那你战略模糊是不是还存在？所以是这样的，是一个这样的逻辑走过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关于为什么美国在缅甸的问题上没有派部队去，缅甸的问题，我觉得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你比如说，现在刚刚那个谁，刚刚东盟跑到来调停啊，结果又失败。我觉得我不理解美国在缅甸的问题上为什么比较迟缓，他的态度为什么这么不清晰？我不理解，我也没有看到中间什么奥秘。所以，如果有网友能够有什么高论给我们提供也行。不过，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是讨论这个美国的战略有没有模糊，好不好？所以我只能用这个，我们只答前面这部分，好吗？乐嘉某，谢谢。OK，那今天王老师您这个 title 起的也比较模糊啊，比较含蓄。是这个范围，这是一个相对小的题目，因为如果我们再展开来谈中美关系，或者是中美、台美，或者是两岸关系、中美关系这三角关系的话，这题目会大一点。但是我们其实这个议题我们讨论过很多次，所以我还是想我们把它收的一个相对小的范围，而且这个是个关键性的位置，好吧？对的，因为这个其实王老师是这个话题有很多，在油管上，大家可以去看的话是非常非常多，但是还是就是有网友就是问重复的问题，不停的在问重复的问题，所以就是王老师可能就要不停的重复的告诉大家。对的，那王老师，现在时间其实差不多了，您把那个油管行，油管这边有很多啊，我来说一下观点。台湾本身已经多次表态，不能接受一国两制，跟不会去改变现状。要台湾做更多，那西方社会至少要愿意承认中华民国或者是台湾，不然很难说服泛蓝那些还抱着中华民国的那一派。台湾人你也没办法踏实下来。OK， 观点：台湾独自面对中共威胁几十年，中美关系良好时，台湾人一面面对来自中共的渗透，一面又要忍受美国的打压。几十年的国际孤儿，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冷暖。美国伤透了台湾人心30年，短时间要让台湾人恢复信心，需要更强烈的态度，不要苛求我们台湾人，虽然我们做的不够，但我们一直很努力。这是有一部分人是用这种观点帮助台湾人去否定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我基本上不同意啊。那么小心啊，中共也是用这种方法来挑拨台湾跟美国的关系的啊。对于台湾来说，没有美国的支持，台湾活不到现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讲这种话呢，是罔顾基本的现实。台湾没有独自面对中共，没有美国的承诺，台湾根本没办法独自面对中共。当然，早期的时候，中国没有发展。我们说，在2000年之前，
中国经济还没有到现在这样的程度的时候，当然你说我独自面对那可以，但是进入2000年之后，这件事情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没有美国站在台湾身后的话，是不存在这件事情。所以用这种话来讲美国怎么伤害台湾这件事情，大家知道两国关系讲的是什么？两国关系讲的是互动啊，所以这件事情台湾自己也要好好的想一下啊，特别是那些蓝营的人要想一想，你们干了些什么啊？所以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台湾现在不要再去讲这种话，或者是不要再用这种方式来挑拨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台湾现在的台湾人也好，台湾民进党政府也好，现在不需要再讨论这个问题。要讨论这个问题只有谁？就是中国。所以，台湾现在最需要美国，所以你就一心一意的跟美国搞好关系，双方协调好各自的立场，把各自的角色扮演好就够了。你现在再来讲这个话，什么意思啊？观点：拜登政府其实在慢慢加强对 CCP 可能入侵台湾时美军能提供的帮助，如早几天 F-35B 从亚利桑那州长途直接飞到盟友英国在印亚海洋航母上的演习。 OK 好吧。情绪，王先生说的太精彩，我非常认同。身为台湾人，我知道只靠台湾人整个情势很难靠内部自己统合立场，需要美国战略清晰之后，台湾人安心下来，才能开始整合内部的状况，非常正确。观点：模糊政策的条件是各方对维持台海现状的默契和共识，大家遵守不把话说破，不把脸撕破，不把纸捅破的基本原则。一旦其中一方志在改变现状，这种模糊政策就难以为继了。目前情况来看，是中国要打破现状，迫使美国不得不表明态度。非常正确，非常正确啊！提问：美国的台湾战略模糊是否需要台湾政府做出明确表态，才能出现美国的战略清晰啊？当然，这是必须的。台湾这一头，你必须，我之前讲的有点难听，叫台湾必须把投名状交过去，美国才会明确，美国才会战略清晰。如果你投名状都不交，我怎么战略清晰？我战略清晰之后，你回过头来给我来一嘴，那我怎么弄？所以这个问题，那我不是丢人丢到家了吗？所以台湾是需要做一些事情的。但是台湾也害怕表态了，台湾也害怕美国又不做出战略清晰的表态，大家过家家嘛，真的是，这两国关系是很严肃的啊。而且很重要的是什么？国家是有信用的，当你这个国家失去信用的时候，其他国家不相信你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所以你经常可以看到，你说话必须做到，你做不到，你说完之后做不到，后果比你这个小的利益要大得多得多。提问：想知道台湾到底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的核心利益？老师之前说台湾攸关中共政权合法性，但是中共绑架中国几十年了，中国人就算不满中共，目前来看也没有能力推翻。就算中国人民哪天推翻中共之后，以中华民国几十年没有统治过大陆，让中华民国去接管新中国，我看中国人民也不愿意。所以更多方面的是因为多年来民族主义的炒作吗？那中共可以丢掉东北那么多土地，不能扭转中国人民民族主义对大一统的立场吗？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到底想问什么？为什么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个我觉得有两点。
第一点，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本身是一个相对概念。相对什么概念？相对于美国而言，不是相对于中共而言。那大家要搞清楚，对于中共来说，它的核心利益是什么？政权政权是它的核心利益啊。那么相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讲中国的话，那肯定是有相对的国家的，那么只能讲美国。就是说，在中美关系当中，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或者台湾攸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为什么？我们前面讲一方面跟中共的这个政权合法性有关，当然还跟什么有关？跟美国以台湾为战略据点有关，很多的因素有关。所以你说这个中国的核心利益的话，那么一定是针对美国而言，不是针对中共而言。对于中共来说，台湾是不是核心利益？台湾当然不是核心利益，政权才是它的核心利益，好吗？我讲清楚了吗？观点：美国对台战略的逐渐清晰化，是促成台湾内部一致立场的一个基本条件。模糊化是过去和中国交往过程中的一个条件。如果两国在地缘政治上角力角力越来越激烈，那就应该逐渐清晰，否则美国又会走进死胡同。当然，这里面强调的是逐渐清晰，而不是一口气吃个大胖子。观点：重要的是美国的态度，不论台湾是否表态，只要美国的态度清晰了，台湾就有了依靠，这样台湾表态自然有底气。另外，有了台湾的表态，台湾也自然投向美国，台湾的民意永远不可能投向大陆。OK， 观点：缅甸问题很简单：一，美国还在忙于疫情处理，无暇顾及；二，缅甸内乱还在不断的发展当中，美国和盟友的利益在缅甸不够大到要给出很多的精力出手，现在重点还是中美关系。观点：台湾问题的清晰化，就是美国政府愿意让台湾士兵为台湾牺牲，让美国士兵为台湾牺牲，这会彻底改变台湾自身，统办也会缩减，特别是当抵抗有希望的时候。这是个很刺激的话题啊。中共或者五毛有一个很有力量的说法，就是问美国会不会让美国的士兵为台湾去牺牲啊？这个话一说完之后，大家都会觉得美国人那么怕死，怎么可能为台湾人牺牲？这就是一个难以自洽的质疑。那美国为什么要为欧洲人牺牲呢？美国也为日本在牺牲。美国在二战的时候，在2个战场他都投入了战斗，那他为什么牺牲？那你说啊，这个现在的问题是，就是为了台湾人去牺牲吗？牺牲美国的士兵吗？这但逻辑上是不能自洽。但是你要把这个问题上升到美国建立的二战之后建立的国际秩序，美国的领导地位的时候，美国会犹豫吗？我觉得美国不会犹豫。所以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其中充满了2个特征，一个就是偷换概念，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比较有感性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提问：美国最近已经开始提出联合国2758决议文，只包含中共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并不包含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不是在为一中一台或者2个中国做铺垫？美国战略清晰并不是一中一台或者2个中国，它可以坚持1个中国的政策，但是战略清晰观点：美国对台政策走向战略清晰是必经之路，因为这跟美国自己是否能够持续为世界霸主地位有关。所以重点不是开战与否，而是美国一旦有条件将战略清晰化，世界情势就底定了。OK， 提问：
我需要让你吗 ，Amy？那个王老师，你那边差不多应该是1个多小时了。OK，对，我觉得你，或者说您今天想时间长一点，在油管上。我们这边还有几个，要不我一切把它弄完吧。对，好，你把它给。对。提问：中共对台湾一定要强硬手段吗？难道不能够怀柔政策，把美国势力先排除在台海之外，然后再慢慢统战？承认台湾独立真的会让中共倒台吗？第一个，最后我先谈，承认台湾独立会让中共倒台吗？这是个假设性的问题，而且这个假设根本不存在的问题。中共肯定不会承认台湾独立，这是第一个，这不存在这个先天性的条件啊。第二个，中共对台湾一定要强硬手段吗？你看这是香港，香港它已经是回归了，它还采取这个手段，何况台湾？所以他不能够怀柔嘛？当然他能够怀柔，但是他觉得他能啊。就前面那篇文章里面，他说他并不是不得已，万不得已啊。中共对台动武，我觉得他那句话说的非常对。中共对台动武，并非万不得已，而是因为他能，就是这个。他现在不动，我把这话再接着往下讲。他现在之所以没有动武，也不是因为他不想，是不能。我的接下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他在一系列的对外政策强硬的背后是什么？还是那种扩张的意图啊？什么呢？就是大家就可以去找一下，叫什么？叫高晓松。高晓松在描述纳粹获得政权之后，他做了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大搞基建基建一搞基建，经济好了。当然，他大搞基建的资源来自哪里？来自对犹太人的剥夺把犹太人全部赶到集中营，把他们手上握着的这个经济资源全部抢下来，然后他手上有钱了，有资源了，大搞基建。纳粹做的第一件事情。纳粹做的第2件事情，疯狂的发展他的军备重新建立他的军备，这是第2件事。第3件事，对他的周边国家进行领土要求，强硬的要求领土国家做这3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到什么？你就可以看到中共是不是也在做这3件事情？是不是一模一样？所以我们讲中共在进行战略扩张，这个判断吻合吗？非常吻合。所以这就是中国现在干的事情。观点：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侵袭的结果，就是大多数北约国家对经费支出都是低的，因为安全可以靠美国，所以川普对此很有意见。战略模糊台湾就要加强自身军力。请问王老师，美国在台湾的核心利益到底是什么？你把节目从头到尾再听一遍好吗？我们整个节目就在讲这个情况。王老师分析的对，我的同学在部队当官，现在已经退役。他说在2006年就准备打台湾，当时考虑到怕美国会参与提问：请问王老师，现在战争中人口的因素是否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都说明了，现代战争模式已经不是人口可以解决的问题。对中国来说没有人口问题，对中国来说战争发生的话，对他来说没有人口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口这么多，除非他跟谁打，除非他跟印度打，印度人口跟他相当，所以他有这个问题那么他要考虑我的青壮年，他的青壮年，我们打
消耗的时候，我能不能消耗得起？对相对于台湾这种对手来说，他需要考虑人口，他不需要考虑人口，好吗？好，明谢陈，谢谢魏唐，谢谢 Ever 张，谢谢 Richard 胡，谢谢。好，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啊，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那我们今天的 YouTube 的直播就到这里，谢谢。Amy。好的。